不开玩笑，美团闪购马上就到，感谢30分钟好货到手的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让生活更开心，感谢国民白酒老村长特约赞助播出。96倍乳黄金续航母源自护力，感谢 A2 紫药 HMO 奶粉赞助播出。大容量随心开，想去哪儿嗨就去哪儿嗨，感谢大空间的极狐汽车 T1 赞助播出。找回状态，脉动回来，感谢随时随地帮你 call back 好状态的脉动行业赞助播出。聊天吃乐事，分享更快乐，本节目由片片薄脆乐事不停的乐事赞助播出。真好笑，真有机，本节目由3方认证真有机的海天有机赞助播出。新一轮脱友全国巡演已正式开启，微信搜索效果小程序参与许愿活动。欢迎大家来到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4赛段临门一嘴赛正式开始。除去晋级的5位和跳段的5位，最终待定区的朋友票数前8的选手才能够晋级半决赛。我觉得他挺狠的，而是笑中有狠，总有一些这种力量一下打进心里。我听了以后太有共鸣了，简直是我的嘴替。我们来看一下谁能够成功进入到半决赛。我经常说这个话，今天还不知道。今天干嘛？今天还不知道。吃什么？今天还不知道。我就是一个不知道的人。我的大部分生活都是处在我今天还不知道明天会迎接什么的状态。对稿子的感受，对观众的感受，对自己想讲的东西，他们能不能传递到他们的感受。刚开始决定上节目的时候，我不知道能在节目中走多远啊，会有什么表现啊，这是一个蛮大的未知的。特别大的这种命运转折或决定，其实往往都发生在阳光灿烂的那么一天，好像你觉得这是平平无奇的一天，回头看你发现哦，这是重要发生转折的一天。考北大吧，当时就是试一下嘛，因为当时属于是一无所有的状态，就是挺茫然、挺懵、挺不知所措。我的感受就是绝望，看不见光，溺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焦虑。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只能等我焦虑的事情尘埃落定之后，我才能去做其他的事儿。我是一个比较消极的人，我是一个通常会把所有未知的事情想到最坏结果的人。一直都是在反复的纠结，就觉得我自己能不能做好？我要怎么才能做得更好？我自己主动做出这个选择，但我又不知道选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会很期待那个选择。今天还不知道，听上去总比昨天还不知道要好。不知道怎么了，不知道就该咋地咋地呗，该按照计划走呗，无所谓。该怎么发展怎么发展，不面对，我等待，等他来了我就知道了。如果剩下的每一天你都知道会发生什么，那我的意义在哪里？希望自己以后还依然在接受新鲜事物，永远保持不确定，永远保持今天还不知道，就是啥都不知道，来就来了，然后就往半决赛冲刺一下，先把当下这一关过了吧。今天还不知道挺好，至少代表我还有希望。有请主持人张绍刚。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欢迎各位来到由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的《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2季，欢迎各位。刚才热场的导演专门要嘱咐一句，说一会儿张老师来的时候，你们稍微热情一下。我都不配拥有点热情了吗？现在
我们已经到这个特别像要来的啊。我们现在已经到第4赛段了，大家也看到了，依然是我站在这里开场，啊，没办法，年龄越大责任越大，啊，有一些岁数大的不承担这样的事情啊。其实今年我们的节目是有变化的，但是校友团固定不变，一直是王牌阵容，是不是各位啊？非常好，大家配合的越来越默契。当然，我特别开心的是罗老师在。有了他，骂我的人明显减少。分担了很多火力。在罗老师出现的时候，大家甚至于觉得，哎，张绍刚有一些可爱。幻觉。其实我跟你说，其实这样骂我和罗老师我都能够理解，但是大老师、鲁豫老师、春春，难道他们就没有可骂的点吗？当然没有。想到这样的念头都是不应该啊！看看这几位那么完美，掌声送给完美的校友团成员。哎，但是这样啊，谁完美啊？都拍了。春春有点勉强是吧？拍的没啊，但是我作为过来人，我真的要安慰罗老师几句，真的别往心里去，一切都交给时间，我们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等着。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在上个赛段有几位演员获得了跳段的机会，也就是说，他们今天不用比，他们今天就是个纯观众，跟我一样，没有投票权。没有拍灯的权利，笑的时候也没有人 care 他到底笑还是不笑啊，就是这样的5位，让我们掌声有请：孙书恒、呼兰、小四爷、Kid、李玟。我们是跳段5人组，跳舞人。好，这个赛段也不用比赛，但是导演组说不能让我这么舒服，于是让我们准备了一个小小的开场。这个舞台其实开场应该是讲脱口秀的，但是我们就不讲了吧，以我们这个实力，你讲了你再跳到决赛可怎么整？就是这咋整？哎，不好。决赛是什么感觉啊？哎，你问 Kid， 他哪知道呀？就是因为他又没进过决赛。就是啊。哎，那个咱不要内讧啊，不要内讧啊！咱来呢是为了给大家带来一段唱跳啊。跳的部分呢，大家已经看到了啊。跳段啊，跳段。唱呢给大家带来一小段改编自李宇春老师的歌曲，下个赛段见，好吧？春春老师，得罪了。观众朋友们，对不起。1、2、3，走！不用比赛，滴滴答，是谁比呢？滴滴答，写不出来可以退赛回家。玩尬了，跳段就要这么丢人吗？啊！咱们这样吐槽别人，真的好吗？是好，是有点不太好。那有啥呢？滴滴答，练起实力两手抓，赶紧上去坐沙发。完全不在拍子上。下个赛段再见啦！不好意思了，我拍的什么东西？太可怕了，这就是我没跳段的理由。
我们这样真的好吗？没呀，哎呀，还有啊，朋友们别生气，对不对？都是节目效果啦，都是李文写的啦。下个赛段轻点打，轻点打，不要再打了，打不了了，轻点不要上手吧。忍无可忍，就是跳了个段，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就在这儿用如此无聊和荒谬的方法来炫耀。不是张老师，我们还有一句话要说，刚才那都是开玩笑，但有一句真心话一定得让我们说了，那就是瞄准转动必答。美团闪购30分钟就送达，美团闪购神速，远超跳段速度。谢谢大家，我们会好好准备下一赛段的稿子的。谢谢，1、2、3，消失。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他们的表演，感谢他们这一赛段不参加，好不好啊？你们能下去吗？你们能不能下去？你们能不能下去啊？太难听了，我好久没听过这么难听的歌了。幸好我没有跳段啊，留得清白在人间。同时，我们也要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所有要在第4赛段给我们带来精彩脱口秀表演的脱口秀演员们。再次欢迎大家来到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2季第4赛段，欢迎各位，欢迎我们优秀的校友团，欢迎大老师、罗老师、春老师、鲁豫老师，欢迎各位。春啊，就是刚才5位跳段 boy 带来的这个精彩的歌曲。哦，那歌我不熟，没太听过。这是首什么歌呢？我觉得它是那个世界名曲《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我觉得刚才那个表演是完全没有必要啊，为什么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鲁豫老师要和大家分享。我们特别高兴，就是由这个节目有一个衍生节目，是我跟脱口秀的很多特别可爱的女演员们，我们做一档节目，采用脱口秀传统的喜闻乐见的谐音梗的方式，叫遇见他们。我们在一起会谈论一些大家共同感兴趣的人类话题，敬请关注。对，都是好消息，而且我们也要用热烈的掌声，仍然是欢迎我们的稳稳的替大家坐镇的编剧老师们，欢迎程璐、海源、娘娘。坐在他们上面的是来自全国各个脱口秀俱乐部的主理人朋友，欢迎各位。还有2楼有很多各行各业关注脱口秀的朋友，欢迎大家。各位，第4赛段的赛制容我慢慢给大家介绍。第4赛段叫做临门一嘴赛，本赛段一共有22组演员进行表演。啦啦啦啦，屋子越来越宽敞。Hello， 哎呀！穷门永存。谢谢。首先恭喜大家没有跳段啊，进入到了第4赛段啊。我是何广智，我是小四爷，我们是这不合适。什么东西？这真不合适，这不合适啊，这不合适啊，确实不合适啊。四爷已经跳段了，为什么还会出现在这里？你是要跟我们一块参赛是吧？这不合适啊，这个。我们还是先来看看本赛段的具体比赛。直接不回答这个问题，拒绝回答。请看大屏幕。根据前3赛段平均票数高低，本赛段参赛选手将分为 TOP 5区与挑战区。挑战区将通过抽球形成5组 PK 关系，每组组内票数最高的选手将现场抽球挑战 TOP 5区的选手，最终得票高的选手直接晋级，其余选手拉通榜。本轮晋级人数为13人，加上跳段的5位选手，共18位选手进入半决赛。好，接下来我们看看 TOP 5区的名单，他们按照排名分别是。这么震惊吗？不认识他们是吗？哎哥，这和你长得像。
下面我们来看看6到22的选手排名。有个问题想问问高寒，你跟小四爷，现在此情此景，人家已经跳断了，而你还挣扎在这个挑战区啊，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有什么感受吗？如果能进半决赛，你愿意再跟我打一场吗？我这话筒好使不？好尬呀，咱俩好尬。行啊，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挑战区的分组规则。按照平均票数由高到低，选手依次在3个箱子中抽取同组对手，组成为3个3人组与2个4人组。1号箱11到15名，2号箱16到20名，3号箱21到22名。请注意啊！可乐是有啊，没走神，没走神。尊重一下跳段选手啊！3号箱中有3个空球，若抽到空球组成3人组，反之则组成4人组。下面有请山河上来抽球，激动人心的时刻哦，山河会抽到谁呢？小丽，王小丽抽着我就是绝杀。第19名的 Seven 啊，抽到了一个空球。Seven 又跟山河碰上了。侯志远，不经意，不经意，不经意，他不会又抽出徐志胜小块吧？这3位打人都是。徐志胜。哎呦我的天！开花真内战了，抽小块，抽小块，抽小块，小块，小块。我也不知道抽中他是福是祸。抽中他。行，朋友们，我们赛场上见。所有的5组比赛结束之后，将由5位选手成为本赛段的 TOP 5，他们将获得来自微博的1000万级资源曝光的支持。目前该资源已经上线，大家可以在微博进行查看，感谢微博的大力支持。而下个赛段的半决赛一共有18个名额，除去晋级的5位和跳段的5位，最终待定区的朋友票数前8的选手才能够晋级半决赛。那么首先就要进行上半场的组内 PK， 一共有3个小组，这3个小组分别是 Seven 山河王小丽一组，徐志胜侯志远步惊云一组，高寒雪冰瑞瑞季业一组。各位做好准备，同时下半场的其他2个小组也已经在备战区进行等待，跟大家打个招呼吧。现在第4赛段临门一嘴赛正式开始，第1组要上场的选手是 Seven 山河和王小丽。首先，这位开场演员年纪轻轻，在上海打拼已经有年头了。今天他将分享自己非常特别的金钱观，掌声欢迎 Seven。大家好，我是 Seven。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这几年一直都在上海工作和生活，经常会跟不上别人的消费习惯。我上班的第1天，同事热情地邀请我一起点外卖，说一起吃个三明治。那年我24，三明治58，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贵的三明治。但是你们放心，朋友们，我并不是要讲一个我很穷的话题。因为穷人脱口秀这个赛道太拥挤了，我就不点名了。我是抠门赛道的。我总觉得自己不配花钱享受。我这个同事叫我一起看演唱会的时候也是，他问我2080的内场和480的山顶想坐哪儿，我说我想做保安，站着还能挣150，但是后来也没真去，因为想了一下。在手机里听也一样，毕竟腾讯 QQ 音乐杜比全景声的音质也很好啊。你们听得出的，我想挣的比150更多一点。我不是天生抠门，是因为从小我家里人喜欢跟我营造那种家里不容易的氛围。我有时候正看电视呢，我妈就突然开始跟我说：“儿子，咱家砸锅卖铁也得送你去补课班。”至于砸锅卖铁吗？不是应该先卖电视吗？就我家没事就砸锅，
我上篮球班我家砸锅，我上英语课我家砸锅，但是我家锅从来没少过。我说妈妈，咱家这是空气砸锅呀。但小时候没什么判断力，就是大人说什么我就会相信什么。我真的一直以为我家可能挺困难的，我甚至偷偷幻想过，是不是我妈每次送我去完补课班之后，自己都会蹲在角落里吃窝窝头。当时很担心我妈的身体健康，我偷偷去翻了她的体检报告，我妈有脂肪肝，很受震撼，我家怎么穷得流油了？而且我其实隐隐约可以感觉到我家条件可能没有那么困难，可能还行。因为虽然我家里人很少带我去饭店吃饭，但是我家总会莫名出现带有饭店 logo 的纸巾。我当时还以为全聚德和东来顺是心相印的竞品。我问过我妈，妈妈家里为什么有这些饭店里的纸巾？我妈说是进去捡的。我也不明白她怎么吃出脂肪肝了还要骗我。她倒是也确实需要减脂。这个还挺精妙的但是认真的聊，朋友们，就是这个事儿其实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就你小时候被穷养之后，长大之后是很难富养自己的。我花钱的时候会很有负罪感，我自己赚钱之后想解决这个事儿，我准备狠狠消费一把。我去买了和我最喜欢的 NBA 球星合影的名额，德里克·罗斯，有点过气了是吧？2800块钱，我以前从来没花过这种钱，因为这种球星的见面会一般也需要很多保安。刚买的一瞬间很开心，但是等着合影那几天，心里又开始想自己是不是不应该给自己花这么多钱。心里两个小人开始打架，小白人说太贵了，别去了；小黑人说一定要合影。这里的黑和白不代表对和错，小白人代表着我的金钱观念，小黑人是德里克·罗斯。我后来还是把那个名额给转出去了，因为仔细又想了一下，好像自己最快的事情也不应该值2800。后来又看到那天活动时候罗斯和球迷们的合影，很羡慕，又开始自我反思，就自己怎么能把自己的快乐这么转出去呢？为什么花钱总这么有负罪感？根深蒂固金钱观真的没法改变吗？幸好卖了3200。真的很困扰我问了也买了那个合影名额的朋友，就是他为什么舍得花这个钱？他说他以前也舍不得，但是他现在有个很灵的办法。他说你可以把那个银行卡的扣款信息关了。我也没有想到他这个灵是掩耳盗铃，把银行卡的扣款信息关了，很小众的词汇，现在赚钱多不容易啊！我周围靠谱的朋友们都在那儿研究宏观经济学，研究微观经济学，他关了经济学。我一直在吐槽我朋友，但是他跟我说你也别光吐槽我啊，你也试一试。我试了，其实有点东西，负罪感真的消失了，存款也不见了。但是认真的说，我后来想了一下，我真的过得更快乐了，因为就把扣款信息关了这个方式，可以让你忘掉自己花掉了什么，而是更在意自己得到了什么，是不是还挺有哲理的？我就是这么劝我妈的。我说妈妈，你把扣款信息关了，你的人生会更快乐的。我妈说你是不是想盗刷我银行卡？咱家不用这样，儿子，你想要啥，妈砸锅卖铁都。我真的比原来更敢花钱了，一方面是那个掩耳盗铃真的很好用，另一方面是也想清楚了一些本质性的道理，就我再怎么攒钱，我也攒不到自己财富自由的那一天，应该对自己好一点。我又打开了外卖软件，准备给自己买那个58块钱的三明治。今年我26，三明治78了。我讲完了，各位朋友们。那我也猜一下，锁票倒计时。在第4赛段，为什么想到分享你的金钱观？就是总感觉自己不太会花钱，因为我平时就是上完班，然后
演出嘛，然后我就总在想自己啥时候就是去度个假啥的，然后每次一算那个钱，我就有点不想去。啊，我的消费观挺受我妈妈影响的，我认为跟 Steven 有点像。比如说我要买一把吉他的话，我会有他刚刚说的那个不适配感，我会觉得我技术没有匹配上这个吉他，所以我会那总得先有吉他才能练呀。所以我会买一个便宜的啊，就是说现在慢慢练起来，对，越练越厉害的，配得上啊，配得。然后你会给自己一个推动的目标嘛？啊，然后大老师爱买东西，我抠门啊，我抠啊，太抠了。就是说那个买香水只喷人中，就自个儿闻，就这。别人都不能闻，就喷人中这儿自个儿闻。这个巧妙。之前我踩过一个特别舒服的地毯，那个地毯真的很舒服，但是一问那一块太贵了，我说这要铺满得多少钱？后来我就买了一块，把那一块剪成一半，然后缝在袜子上，走哪儿都有地毯。反正就是特别想琢磨。对，取悦自己啊，纯取悦自己啊。但是呢，您花钱花在西服上，应该花了不少钱了吧？刚才您在那儿，我远处我眼睛有点花，我以为撒了一身酸奶呢啊！近处看哦是花儿，哦远处看我说撒一身酸奶，这男的怎么回事？酸奶，精挑细选的花，怎么就是撒了一身酸奶？是，没有，就说我说我眼睛花了，我以为。啊，咱们转移这个话题吧。你看看一聊这个，这样，刚才呢 ，Seven 你在说那个剪纸的时候，剪纸，然后大老师大声的问了我一个问题，说现在已经没人管了吗？这个谐音梗已经到咱们这儿，已经完全没人管了吗？啊！不，但他这个谐音梗还是有品质的，所以他忍不住自己都说这段还挺精妙。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 Seven 休息一下。这个三人小组第二位要出战的这位朋友，他的家庭给他带来了很多的影响，而他用这些影响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掌声欢迎福气满满的山河。好，大家好，我是山河，你们好吗？好，感谢大家啊！其实今天呢，想跟大家聊聊我妈。我妈是标准的事业型女强人，她是做销售的，卖护肤品，很专业，从微信头像能看出来。红色西装，浓郁彩妆，双手抱胸，最强微商。哎，我妈每天都要发那种很励志的朋友圈，她每天要研究很久。今天早上发了一条，还挺好的，说既要注重内心修炼，也要懂得装饰门面，内在被人看好，外在被夸好看。哇，文本型微商，微商界的孟川。我妈有时候走火入魔了，给我发微信也不叫我女儿了，叫我女人。我前2天我说这轮比赛压力太大了，我也不知道该讲什么。我妈发来一条说：“女人，你要不断进步，不走弯路，全力以赴，就会很酷。”我说妈，咱别干微商了行吗？你去新说唱吧，比和阿曹强多了。不知道他想了多久，晚上又发来一条，说努力是你的底气，自信是你的资本，微笑是你的标签。我说这一段是我的稿子。虽然我们现在在调侃微商女强人，但我妈真的是白手起家，从一个纺织厂女工做到一个女高管。她现在很厉害，她有自己的团队。我没有见过凝聚力这么强的团队。你像我们讲脱口秀跑上来说大家好，我是山河，你们好吗？观众就给个面子说好。人家那个团队不是好，人家是好，很好，非常好。来一遍吧，我们来一遍吧，来一遍，这个很解压的。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吗？好，很好，非常好。绝对有人干，绝对有人干，还知道拍着手。我真的是很佩服我妈的，我觉得她在工作里面真的闪闪发光。我特别想成为她那样的人。我小时候最爱干的事儿就是去我妈单位。
你们懂那种感觉吗？领导的女儿来了，哎呦，那种虚荣心，那种子凭母贵的感觉。所有员工就围着我，什么都没干，开始夸我，说：“哎呀，一看就优秀啊，一看就是当班长的料。上回考多少分啊？58，那也很优秀啦。我们也很喜欢你。”哇，我当时就觉得，难道这就是明星被捧红的感觉吗？有流量但没作品。但我越长大越发现，好像工作里的我妈妈和家庭里的我妈妈不太一样。她前一秒朋友圈刚发完，说：“女人，你最大的靠山不是完美的婚姻，是挣钱的自己。”转头跟我说：“你爸心里绝对没有我了，不爱了。你现在给你爸打电话，你就说我病了起不来了，你让他回来看我。我很讨厌让我在中间传话，我每天过得跟《甄嬛传》的宫女一样。皇上齐嫔又梦魇了，快回来瞧瞧。”次数多了，我爸也不信了，回答跟皇上一模一样，也不痛快就找太医。其实后来我知道了，就是我妈就是想让我爸主动关心他、爱他，他不会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我就说，那你直接说嘛，你把你工作上的气势拿出来，你每天揪他耳朵，你说每天关心我好不好？他肯定说好，很好，非常好。但是我妈就算这么优秀了，我爸还是很传统，老在酒桌上抱怨，说你看我这腱鞘炎都是做家务做的，我们家那口子娶回来没给我洗过衣服做过饭。我说你这腱鞘炎不是打掼蛋打的吗？衣服不是洗衣机洗的吗？你地不是洗地机拖的吗？我爸不高兴了，说你稿子写完了吗？你上那个破节目你挣到钱了吗？我说然后呢？说呀，你继续说呀，你再多说2句我就挣到钱了呀。但更让人生气的是，我妈好像也觉得我爸说的对，她觉得她就是没有尽到做妻子的责任。那天过后不管多累都要给我们做饭，拦都拦不住，那个饭做的呀，怎么说呢，那段时间我都瘦了。我特别想吃预制菜。但你别看我现在在台上讲啊，觉得我妈好像不对，对吧？她被规训了，好像显得我女性意识很强，怎么没有？其实我之前是很受这种思想影响的。我身边任何的女性，包括我们家所有的长辈女生，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什么女性意识，你要独立的，没有。我原来是很相信我妈的。我妈说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啊，她就说女人嘛，最厉害的就是在外面能挣钱，回家也能照顾家，外面是大女人，回家是小女人。女孩就是仙女棒，变大变小变漂亮。但自从我来了这个舞台，看到这些脱口秀女演员，我才知道好像女生不是那样的。我第一次见王大刀的时候，我没敢跟她说话。她不是仙女棒，她是金箍棒。我妈真的很在意女孩的外貌，每次看我的节目都说：“你看你胖的啊，你要知道形象走在能力前，好看是最重要的。”布姐说：“你快吃吧，这裂开的烤肠是最香的。”而且不怕丢人啊，真的不嫌丢人。我之前一谈恋爱，跟我妈那个死出一模一样，每天见我闺蜜就一个话题，聊男人。哎呦，她怎么不回我了？我该怎么让她回我呀？我要不再给她花点钱吧？闺蜜说：“你别说话了，你看看病吧。怎么恋爱脑是走不了医保吗？如果哪个国家恋爱脑能走医保，都是因为你破产。怎么国破山河在是这个意思是吗？”我很感谢他们啊，让我有一种归训未遂的感觉。真的，前2天我妈又给我打电话说：“你看你一个人在上海，也没有男朋友，没有个依靠，这样妈不工作了，妈过来照顾你，给你做饭什么的。”我说：“嘿，hold on，不用。”我带她去迪士尼玩了，我想让她做自己，快乐一点。我没有想到我妈50多岁第一次坐过山车，一点都不害怕，在最高点2个手伸上去了。哇！我当时她那个背影给我4个字：大展宏图。我真的很替他开心，他下来也说：“哇，好久没有这么释放过了。”又突然跟我说：“哎呦，你不能学我，你这样找不到男朋友啊！你要装害怕，你要示弱啊！男人喜欢这样的。”我说：“如果一个男人不喜欢我，是因为我坐过山车不害怕的话，那我有点害怕这个男人了。”我妈又来那一套，说：“那女人就是这样吗？外面是大女人，回家是小女人，这才是完美的女人。”我说：“这一会儿大一会儿小，这哪是完美的女人？这是漫威的蚁人。”我妈说：“那我怎么办？那我就在家跟在外面一样吗？都当母老虎，孩子也不管了，家务也不干了啊，不顾家，光顾着挣钱。你觉得这样女人好吗？”我说：“好，很好，非常好。”
谢谢大家，我是山河，谢谢你们。山河锁票倒计时。山河，你最初见到王大刀的时候，真的有点怕他是吗？对，因为他就是那个长头发，他到这儿，然后他每次会这样子看着你。他跟你猎豹式聊天啊？对，他就这么聊跟你。就是有一次那个是开放麦的时候，他可能讲的不是很好，大家还不认识他，然后下来我说我觉得你挺好的，大刀说真的吗？然后我就不敢说话了，然后他就潇洒离去，头发在我脸上划走了那种，我觉得他好飒，就是很少见到这样的女生，哇，好有意思呀。我觉得山河有着特别棒的魅力和亲和力在舞台上，而且这一季的脱口秀女演员给我最大的感动就是她们比起比如说出梗效果当然最好，但比起这个她们可能更看重自己我想表达的是什么，这也是我的成长。对，他们希望利用这个非常宝贵的每一次上台机会能够尽可能做更多的表达。所以我其实很为山河感到高兴跟骄傲。好，谢谢。刚才山河的妈妈的文案非常强，据此我也激情创作，有了如下的内容：好货是你的底气，速度是你的实力，省心是你的标签。我说这个是美团闪购。打开美团，点闪购，30分钟好货到手，及时满足，就是我的日常。我觉得山河特别可爱啊，咱们说沉了。我觉得妈妈多可爱，这么一个人啊，妈妈就是老说话都押着韵啊。他的朋友圈就是这种励志文案。我考虑过参加亚运会嘛，然后但是什么玩意儿？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把妈妈那些特别好玩的事情，然后把它讲得更加的有活力，带着那个就更好玩了。因为我妈也挺有活力的，现在我妈有时候2、3点还会去夜店。把我揪回来啊！然后呢，然后我想说的是，那个就是感觉其实这回是不是心里想多了？可能这是我第一篇就是这种特别想表达的稿子吧，可能还是没有磨得很好，可能还是缺点经验，我感觉。但是我觉得山河永远在舞台上有自己特别独特的台风，而那种台风呢，总让人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温暖感。对，再次把掌声送给山河。谢谢大家。Seven 回到场上，无论是3人组还是4人组，2人比赛结束之后，成绩稍低的那位进入待定区，而成绩稍高那位朋友继续等待。我们看一下 Seven 和山河2个人的得票情况。山河241，所以 Seven 要进入到待定区，山河等候区。马上要出场的这位，经常都没有烦恼，而且也很少怪自己。但是即便是这样的同学，也会有一些生活的小困扰。掌声欢迎王小丽。哇，这几个走的太帅了，太有气质了。Hello， 大家好，小丽 ，Hello。第一期节目播出之后，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没有烦恼。其实烦恼就跟青春一样，我曾经有过。我现在已经不年轻了，但我身边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前几天有个朋友拿手机给我看，他说：“你看，你看，网上好多好评都在夸你。”我不好意思跟他说，我已经看不清了。是的，我开始老花了，但这都还好。我最大的困扰就是我跟年轻的朋友出去，别人会误以为我是他妈。有一次我跟朋友逛街，过来一个发传单的跟我说：“阿姨，你女儿好漂亮啊。”我说：“啊，你刚刚是不是捅了我一刀？”还有一次跟朋友出去旅行，
办入住的时候，前台说：“你跟你女儿住一间吗？”我说：“我不是她妈，我们都不是一个姓。”说完之后，我才发现我跟我妈也不是一个姓。那时候我才意识到，要证明我不是她妈真的很难。后来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我跟年轻的朋友出去，我都会刻意打扮一下。有一次我打扮得特别漂亮，跟朋友出去逛街买衣服，店员跟我朋友说：“哎，你妈还挺时髦。”就这些事情搞得我特别敏感，一有风吹草动，我都会有过激反应。有一次，我跟一个男性朋友去花鸟鱼虫市场看金鱼，他在这边，我在这边。老板说：“你儿子还挺喜欢金鱼的。”我当时那个火一下就冒出来了。我说：“他不是我儿子，他都已经30多了，我怎么生得出来这么大的儿子？”老板当时吓坏了，眼神中充满了恐惧。然后我一低头，发现旁边蹲了一个5、6岁的小男孩。我一下清醒了，我刚刚是不是疯了？太尴尬了，我领着小男孩就走了。为什么呀？没有开玩笑的，我是自己走的，都没叫我朋友。还有一次跟朋友坐地铁，有个小伙子起来给我让座，我说：“你为什么给我让座？你是不是以为我是他妈？”他说：“不是，我到了。”莫名其妙。这些事情真的很困扰我，我甚至去咨询了医美。工作人员说我需要改善内沟、法令纹、抬头纹、鱼尾纹、毛孔粗大、苹果肌下垂、脸垮。我越听脸越垮。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多让人不开心的词汇？他说：“你知道做什么可以改善这些吗？”我说：“我知道啊，离开你。”可能做医美真的有用，但我觉得做人不能光顾着自己，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你们想一想，要是我这个年纪了还年轻漂亮，那别人的压力得有多大？我真的是为了别人一直在坚持脸垮。我真的太伟大了。我用我自己的实际行动关心着别人的心理健康。你们赞美那些好看的，你们也应该赞美我呀。你们看到好看的，你们说哇，姐姐好有少女感。你们看到我就应该说哇，姐姐好有责任感。然后我决定不做医美，我要自然老去。我希望别人一看到我就知道我不年轻了，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毕竟我出生的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苏联还没有解体，中国还没有医美。这次上节目，服装师给我搭配衣服，他说这边留一点可以显腰细，微领可以显脖子长，衣服拉出来一点可以挡住小肚子。我说啊，那我不是所有的缺点都被挡住了吗？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一个45岁的女人还脖子长腰细没有小肚子，那我还怎么体现我的责任感？这样吧，脖子我可以妥协，但小肚子总得让我展示一下吧。这衣服是我上台前自己塞进去的。服装师还给我建议说，他说你上节目还是得穿内衣，这样可以收副乳。我说什么是副乳？他就这样比划了几下。我说哦，这不就是腋下的肉吗？叫什么副乳？怎么让人不开心的词汇又多了一个？这些词汇能不能消失啊？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珍稀动物消失，为什么该消失的不消失？能不能拿副乳把孟马象换回来呀？我前两天看节目卡段，发现自己好好看，好看到我都有点愧疚，我是不是没尽到责任啊？
我年轻的时候没有泪沟、鱼尾纹、苹果肌下垂，但那个时候我却觉得自己不好看。直到前2天整理照片，我才发现我年轻的时候就是个美女。我当时怎么不知道呢？为什么人在最美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美呢？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这句话我不同意。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丑女人，只有反应慢的女人。就看你什么时候承认自己美，也许是现在，也许是20年以后。我说了这么多，肯定有人还是不承认自己美。干嘛呀？明明大家都很美，就是打死不认。这样吧，我先带个头，我是美女，我认了。我也劝大家一句，放弃抵抗吧，早晚都得认。认了你就轻松了。再有人拿出什么超声炮、热玛吉、黄金微针这些刑具出来，你就说我是美女，我不需要。谢谢大家，我是小丽。280、290，来劲儿了！这个下来的人可不好打呀。哥几个准备吧，阎王点名了，他们开始动起来了。小丽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小丽。厉害厉害！小丽对于这些外貌的评价是什么时候从在意到不在意？我觉得这个过程应该是从不在意到在意，再到不在意啊。因为小的时候没有人一生下来就说我要当最美婴儿，就是小的时候大家生下来都是哇哇哭，然后就是同龄的朋友可能在青春期的时候评价你的外貌呀，教你打扮呐，你就开始慢慢的在意。我觉得到不在意，一方面是我内心形成了一个很稳定和强大的自我价值。我就开始意识到，其实别人喜不喜欢我，关不关注我，其实对我这个价值没有任何影响。然后第二个，那个转折就是发生在我去咨询医美的时候，就当时他给我拍了很多照片嘛，他让我看我哪些地方不对劲儿，有泪沟啊、鱼尾纹呐、抬头纹这些。我当时看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个鱼尾纹真的是我笑了好多次才形成的。它是时间具象化在我脸上的一个表现，然后我包括脸下垂，那也是地心引力加上时间一点一点在我脸上磨出来的，所以我一下就爱上了自己的那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哦，那还做什么医美啊？我觉得不是20年之后我发现自己美，而是20年之后我学会定义美了。哇，厉害！你说小丽这方面。佩服到他的那种心里的想法，特别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老觉得是美好的事情要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小丽是让美好的事情发生了，明白吗？是的，因为他这么看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才这么美好的。没错，哇，太棒了，小丽，哇！谢谢。春春是什么时候拍的？我是他在讲那个猛犸象那个，对，他就要把那些不开心的词，让我们产生焦虑的那些医美的词，然后不如把猛犸象换回来吧。对啊，这个点的时候我拍的。因为我其实今天是无比赞同小丽姐讲的这一篇，就是崇尚自然的老去。还有一个点，如何去定义一个女性是美的？我觉得它主要是围绕着这个来讲。其实我之前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女性在不被定义的时候是最美的。对，他的作品了不起的地方是，他价值观特别正，每一场有严肃的表达，但是都是融到了作品里。没错，所以你听到的不是说一个演讲中间插了几个梗，而是很好玩的脱口秀作品，但是里边有隐藏不露的那些表达，对，非常了不起，有非常大的主题，非常了不起。谢谢罗老师。我听了以后太有共鸣了。我拍的点是小丽说没有丑女人，只有反应慢的女人。我简直是我的嘴替，因为她说出了我一个长久以来的一个感受，就是我翻我10年、20年、30年以前照片，我觉得我当时好可爱啊。我发现我永远都和我自己真实的那个样子活在不同的时区里面。我不仅是个反应慢的女人，我是个有时差的女人。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不要做有时差的人，我们要永远和自己真实的样子活在同一个时区里面。这是小丽带给我最大的感受，所以我特别喜欢小丽。在我心目当中，有大概5个人，可能都是最后脱口秀大王，有一座奖杯一定是属于你的。谢谢罗宇老师，谢谢。哦，真的是心灵世界太美好了，哇，太棒了！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小丽的同时，我们要请山河回到现场。来看一下山河和小丽的得票情况。我挺满意的，我发现现在我好像对这个舞台更掌控了，就是尽力了，然后也没有遗憾。啊，有这么高啊！我天，非常高了。小丽姐，她突破了我对喜剧的一些固定认知。我觉得她那一个点，比炸一场力量还强，就一下打到你，就是那一个观点性的东西真的很重要。小丽这一篇稿子读稿的时候，我跟鸟鸟听她读完之后，叹了一口气，怎么写的这么好？就是鸟鸟是大家认为一个文本之神的人，然后小丽说，我也想知道你为什么写的那么好。我觉得小丽姐就是直抒胸臆，就是你第一眼看上去这个东西是这样，她就这样说，她就好像一种流派的画家一样，就是她不做任何多余的处理。山河要进入到待定区，小丽，你现在有挑选的权利，你需要在目前的 TOP 5的5个人当中进行挑选，你要用盲选的方式来抽出他们当中的幸运者，看谁来和王小丽对阵。怎么给人一种这么怂的感觉？你能不能？怂，我确实怂。来，小丽随时开始抽。你猜是谁？漫才兄弟。脑洞。把气势拿出来是吧？行。可别抽到我蛮仔。贾浩，我说贾浩。很好，非常好。谁呀？哦，贾浩。贾浩。中举。战术性喝水。贾浩，我跟你说贾浩，我跟你说我有预感是贾浩。太强了！我跟你说预感是贾浩。都猜错了。小丽在休息区等待贾浩的表演。这位朋友啊，对生活充满热情，全装男孩。但是就是这样的人，他也有他自己的困扰和烦恼。掌声欢迎贾浩！Hello， 1楼、2楼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贾浩，欢迎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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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看过我演出的观众可能知道，我在舞台上还挺蹦蹦跳跳的哈，但其实我生活里边是一个没有那么自信，比较容易觉得羞耻的人。这个赛段很激烈，我豁出去了，我想跟大家分享很多我的羞耻时刻，可以吗？可不可以吗？可以。比方说，我很长一段时间会因为我的口音羞耻，因为有一个朋友说，你说一句四川话就把奢侈品喊出了路边摊的感觉，我当时就说了一句，我想买个香奈儿。对不起，毁了大家心目中这个品牌啊！所有观众晚上睡前都会飘过来一句香奈儿。我也会因为我自己脸上很多痣感到羞耻，从小就很羞耻，我脸上痣特别多，一共14颗。又脏又乱，都没有长在好看的地方。有多乱？我小时候曾经试图一笔把它们连起来，是一个 biang biang 面的 biang 字。最早嘴角有个很大的肉痣，开刀取掉的。我从小很自卑，我从来拍照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就想挡一下，我想挡一下。我们班主任觉得这个小孩3年级这种油腻了啊，没有，我就想挡一下啊。所以我后来看到一个男生如果拍照是这个样子的，我就知道他的人中肯定不干净。这个梗还挺傻的啊，二楼看一下啊。我是前年去泰国旅游的时候，顺带把脸上的痣给取了。回国恢复好以后，我马上请那个最好的发小吃饭。大家能够理解我的那种凶心吗？对吧？我希望哥们儿一见我就是哇哦，贾浩，我完全没有想到你举完痣以后哇哦，吃了1个多小时，他完全没有看出来。我取了14颗痣啊，给我急的。我说你离我坐近一点，你仔细看看我。贾浩，我一直把你当兄弟。我说不是，你没看出来我少了点什么吗？我前段时间去了趟泰国。我取痣去了，羞耻。我之前去学个爵士舞，我也觉得很羞耻，因为这帮演员朋友知道我要去学跳舞，他们要组团去看。他们看我跳完说我跳舞掉针。又夸我的，又夸我的，又夸我的，说我跳舞像小佳。我说你闭嘴吧，小佳。后来才发现学爵士舞其实挺费钱的，买舞蹈课花了50，买他们手里拍的视频花了300。羞耻！我有一个事情最羞耻，从来没有敢在舞台上讲过。就很多年前，我曾经被一个制片人指着鼻子呛说：“贾浩，你长相太一般了，不会有观众喜欢你的。而且你贾浩这个艺名太难听了。”我都没敢告诉他是真名。我有什么办法？我听我爸妈说，当时起名字就2个选项，一个叫贾浩，一个叫贾自强。自强这个名字其实还可以，但我姓贾呀。哎，贾自强，你不如叫我真堕落啊！最近一次羞耻是前段时间出差坐飞机，我当时左边坐了个男生，右边坐了个女生，飞了一会儿，那个女孩子靠着我肩膀睡着了，我当时很不好意思，很紧张，不敢动，怕吵到她休息。但过了一会儿，我左边的男生也靠着我肩膀睡着了。哎，我第一反应就是 How dare you！ 你妈有没有教过你什么叫做边界感？别人姑娘缺教，你缺教育啊！我好嫌弃，我恨不得把左肩膀卸下来放到右边啊！大家都知道，你要温和的表达嫌弃，你就；你想强势一点就嘿；你想先礼后兵的话，你就嘿。那哥们儿没有反应，我就没有再教他，我轻轻挪了一下我的肩膀，他就醒了，因为我学过爵士舞嘛。2楼的朋友，那哥们儿说怎么了？我说气流颠簸。他不知道这个颠簸其实很难的，因为你要保持右肩平稳，姑娘在睡觉嘛。你的左肩要不断的颠簸，很难的，是我花了350学来的啊。而且当时那个场景必须把他摇醒了，因为一左一右靠着我睡着的时候，空姐走过来了。我好羞耻啊！我从空姐的笑里面读到了疑惑、释然和我懂的。我就在想，这个场景但凡被人拍下来发到网上，营销号一加工，起个什么标题：震惊万米高空，贾浩居中，谱写脱口秀燃冬。关键这个男的我不认识他，为什么靠着我睡着了？除非这个男的是周杰伦。哎，如果杰伦靠着我左肩膀睡着了，我会冲着右边的姑娘，嘿。周杰伦坐旁边你都睡得着，但如果右边坐的是刘亦菲，我会把杰伦摇醒，来唱个可爱女人。本来这个段子到这里，但之前有个演员专门告诉我说，浩哥你这个段子有逻辑漏洞，有没有可能周杰伦和刘亦菲只坐头等舱啊？给我气的，我有没有可能我坐的也是头等舱啊？他都没有冒犯的意思，头等舱没有3个人。你做过就知道了啊！你这个刚好可以写段子，
你看，在所有脱口秀演员眼里，你的羞耻、难过、尴尬都是素材。失恋了，好素材；裁员了，好素材；股市崩了，天降素材；残疾了，顶级素材。所有最坏的安排都是最好的素材。所以，天将降大任于脱口秀演员，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就已经能写2篇稿子了。然后再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就4篇稿子能进半决赛了，红了。然后有的人行拂乱其所为，塌房了。而且哪怕你说一句说，哎呀，这些素材我不想讲，他们一句话就能说服你，你不讲，我可以讲吗？之前我的好朋友何广智踢球韧带断了，躺床上最颓废打不起精神的时候，我3个字就让他打起了精神，我说你写吗？他当时就站起来了，他3个字也让我打起了精神，他说贾自强。所以你看这些羞耻说出来，大家笑一笑，我们心里的羞耻也会消解很多，好像翻篇啊。所以我讲脱口秀8年了，我觉得没有什么羞耻是脱口秀不能去回应的。如果时光可以倒流，让我有机会再回去看到那个制片人，他再对我说贾浩你这个长相太一般了，我会说那你是没见过其他人。他再说贾浩你这个艺名太难听了，我会说我说话还不好听呢，香奈儿。他再说没有观众会喜欢你的，我会说会有的吧。谢谢大家，我是贾浩，谢谢。来，贾浩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贾浩。到了第4赛段了，贾浩怎么选了这个题目？因为哎呀，其实有很多那种羞耻的事情，就是包括见那个制片人的素材，我一直想讲，但是一直以前就没有那么打开心扉。但我觉得这一轮很激烈，我也很想说一说我自己很想去面对的事情。如果你不讲出来，好像就一直在你心里就搁着。他这个讲的是很精彩，我们也都拍了灯，但是接在小丽那后边其实挺吃亏的，就境界上差了好多嘛。对对对，我公平了，就是以前我也是长我包，就是脸上确实有那个，就是青春期我包觉得自个儿特别丑，然后就是也你说那太对了，就是老跟聊天是这么捂着，然后而且好几个点，然后就感觉自个儿特别丑，说我丑，他说你丑啥？我说我丑你咋地啊？然后呢，但是重点是在于。确实是有这个，就是那个心里过不去。对，说出来我感觉哇塞，我跟人说这干嘛？我犯不上说这个呀。是，关键是我娶了真的回家朋友，他们都不觉得你脸上以前有痣，那个让我是最难受的。原来以前你的在意只是自己在意，别人没有那么在意你脸上的那些东西。以前这里那个肉痣是开刀取的，缝了6针，所以那个痣是很大的。就这样别人都没看出来，我就觉得啊，那我以前在自卑些什么？所以他讲这个羞耻，其实是讲出来之后对自己的一种和解或者是解放。真的是，是的。贾浩，你那个舞能跳一下，是不是？因为听了这么久，我一直想知道是这件事，这什么舞啊？我真的不好意思，但那种羞耻感不是伴随着一些罪恶的快乐吗？对，没有，完全没有，我真的会睡不着觉的，不对。多学学，大家都来学。脱口秀演员还是要多运动，天天习惯。我觉得贾浩在这里其实讲的是一段非常有诚意的一段表达，这个我比较看重。在我听小丽讲脱口秀以前，我会在意，然后经过小丽之后，我准备做解放自己的女性，就没有羞耻心的女性。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我跟贾浩讲的完全引起了那个共鸣。然后有一点，贾浩是个特别认真的一个人，特别努力。他在脱口秀比赛之前，据我了解，你曾经参加过我们做的那个讲演的节目。我是演说家，16年的时候。对，然后你还曾经得到过某一届的是央视还是什么
大学生主持人比赛冠军，你介绍一下。可以啊，有来头。就是因为参加完那个比赛，有一个公司他给你抛了一个橄榄枝，然后我当时很想做综艺节目的主持人，我觉得拿了那个就还挺高规格的一个冠军，我就去了。然后别人见你就说现在市面上都喜欢小鲜肉，说你这样不会有人喜欢的。对，就是16年的时候，我当时还自嘲，我就说我准备花10来万去韩国整个容，他现场就说应该不够。我就哎呦天哪，我就不知道怎么接了，我就灰溜溜的就走了。然后后来就讲脱口秀，然后我就还是脱口秀这个舞台，你把这讲出来，大家一笑，你就觉得心里就安全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舞台好像是我比较喜欢的氛围。对，来再次掌声送给贾浩。说实在的，刚开始录，因为5个是被挑选的嘛，没有任何心理预期。虽然想过有可能第一个出来，但是真的抽到你的时候还是有点懵。感觉有点懵就下来了，再加上小丽姐前面那段，就她那个力量感好强啊，就接那个气。我觉得在她身上能看到人类的悲欢，或许是有一点点相通的。他那么细腻的一个人，他虽然身为一个男生，他也内耗、不自信、不自洽，但是他非常勇敢的把这些全都用笑话的方式说了出来。他真的是一个集内心的柔软与勇敢为一体的人。我们要把小丽请回现场，我们看看是攻类的成功还是守类的成功。小丽283票，我们来看一下贾浩获得的票数是。可以，祝贺王小丽，加油！攻类成功，王小丽也成为了顺利进入到半决赛的脱口秀演员。哇，厉害！我们请小丽到晋级区。我是贾浩，2055年我穿越了。这大爷难道是广志？这是贾浩吗？变年轻了。万丈高楼平地起，好久不负我和你。智者不入爱河，喝酒势在必得。喝酒还得是老村长酒，我明白酒真正纯良，口感柔不上头，让生活更开心。贾浩，广志，这真是2055年变年轻了。来，各位，大家现在也已经看到了，在第一组的3位的比赛结束之后，王小丽攻类成功，率先进入到半决赛。下一组要出场的这位朋友，他其实今年在这个舞台上有个小愿望，加油！没问题。就是他希望享受舞台，演好每一场。掌声欢迎徐志胜。大家好，我是志胜。给大家聊一下，其实上一轮我表现不好，差点淘汰，很凶险。要不是有黑幕，就真的淘汰了。我其实觉得我可以接受3轮淘汰，但我这比到第4轮，发现连小块都还在，我还是得在呀。上一轮小组赛3v3，我们组就想着田忌赛马，就先派出了下等马小块，麻痹一下对手。结果下等马超常发挥，赢了60多票。我和我另外一个队友自信满满上去，输了70多票。都怪小块激怒了对手。我和另外一个队友迷惑住了对手，他们打完都没找到我们的上等马，对手都懵了，说怎么下等马下面还有马呀？太棒了！观众也很懵，觉得志胜怎么会讲成这样？因为还是能天天都能刷到志胜去开放麦的嘴炮的。
这就跟上学的时候，你能理解一个人考30分，但你不能理解他天天熬夜学习考30分。那些嘴炮的观众们也都很善良，但是字里行间你也知道他是啥意思。就嘴炮下边还有人问说智胜好不好笑呀？观众说智胜站在那儿就很好笑了。还有人追问说那段子了，说哎呀看见智胜就够了。观众看我的心理就跟我妈看我是一样的，就他看我在节目里讲脱口秀，其实也不懂这孩子在干嘛，但看着就是开心。但我每过年回家，只要待超过3天，我也没干啥，他看见我就开始生气。我妈就不适合看线下。而且他还老是想知道网友都是咋评价我。当时我不是演那个戏嘛，不是有很多评价嘛。但他不认字儿，他就让我爸把那些评论都念给他。我爸也老实，就给他说网上都说咱儿子台词不好，说话有口音。我妈真的听完很着急，给我打电话说儿子，我觉得你台词没啥问题，我全都听懂了。我觉得他们都有口音，就你没口音。我能这么快乐，真的是因为我有个不内耗的妈妈。我现在来上海，我妈就很关注上海，经常看网上的消息。她也不知道真假，跟我说听说在上海得天天喝咖啡才能落户。跟我说这落户也太难了，啥人能天天喝到咖啡？我说打工人。因为我妈就觉得咖啡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小时候我家亲戚给我家送了一罐咖啡，我妈那平时都不舍得给我喝，那都是我感冒的时候才给我喝，效果特别好，病是一点没好，但人可精神了。医生当时还说生病了就得多休息，我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呀。我现在也不喝咖啡，我还给我妈开玩笑，我说这都是原生家庭造成的。我妈听完这想了半天，说啥叫原生家庭呀？我还得给她解释，我说就是家庭会给孩子造成一些伤害啥的。我妈就急眼了，说我生你还生错了呗？我说不是，你是养我的时候没养好。她说那没养好你咋长那么大的？我说妈，刚刚这个就叫原生家庭。真的一般聊原生家庭都说上一辈有问题嘛。我妈说你不是上一辈有问题，你是上一辈子有问题，你投胎没投好，你赖谁呀？我都急了，我说我这不是原生家庭的问题，是原生阎王有问题啊。原生阎王什么东西？而且我妈也不管这些什么新鲜词儿，什么哀人、艺人、农人、蛋人，在我妈眼里，在地里干活的就是哀人，骂骂咧咧干活的那就是艺人。农人、蛋人在我妈那里也很好区分，下地里种的就是农人，去鸡窝里掏的就是蛋人。我妈跟我说什么哀人艺人，嘴长你身上，该说的时候说，不该就不说，很简单的道理。我发现很多人都不懂。我经常一个人走路的时候，有人过来合影，说没想到你私底下这么安静。我走个路能怎么不安静？我边走边给自己导航，前方50米左转。我觉得那些觉得艺人就该时时刻刻活跃的，就该学学我妈，要么学学英语，学过英语就会知道艺有时候可以不发音。真的，参加这个比赛也是，我妈说比好比坏跟种地似的，都有收成好收成不好的时候，但最重要的就是该下地下地，地不能让它荒了，地只要不荒，你就能一直当一个脱口秀农人。谢谢大家，我是志胜。等起来了，等起来了。智胜索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大家。每一次智胜在台上，他总能够赢得我感情的那一部分。
他的真诚、他的表达、他的魅力吧，赢得了我。谢谢。因为智胜这一季说得很清楚，他就是来玩，想跟老朋友们在这个大家庭里继续维系那种每个夏天的那种快乐和幸福感。虽然还没有磨到那种他最高的那个状态，但是作品很走心，有几个梗是很精妙的，显然是创作的时候非常用心才能写，也可能是被那些下等马逼出来的。反正我是感觉今天相对于这一季的前几场，他是作品是明显上来了一大截，所以非常值得给一个灯表示尊敬。对，谢谢。我今天其实看得挺开心的。他说那个导航那个，我也特别开心。然后之前其实我看了智胜的开放麦的那个内容，其实我当时有点着急了。我当时还通过节目组，我还说，对，赶紧给他加油啊！你不能放弃啊，智胜，我都还在这个拼命的证明我自己是好笑的，你不能放弃，所以就给他加油。而且今天其实说的是跟妈妈怎么了，就是跟妈妈要那个交流的时候有一点没有，我其实跟我妈关系特别好，我写这个也是因为我妈有很多事儿激励到了我，就比如说这次比赛就是。其实这一轮就是一直像罗老师说的，一直表现不好嘛。我没这么说，没有表现不好啊，我暗示了这个。你很含蓄的表达了一下，但我听得特别清楚。飞刀直接扎过去啊！其实我妈就是农民哪能不种地呀？这个脱口秀就是你的地嘛，你就每年都要地要荒了之后，你就彻底荒了。所以说我妈就一直说收成好收成不好那都是。分年份分年头，但是你要干的事儿就是要下地。智胜现在的心态已经没有包袱了吧？没有包袱了，现在稿子里都没有包袱了，还哪有包袱有啥用呀？不能没有包袱，不能没有包袱。我觉得这个是一种自我认知啊，就是不要老觉得这个事儿挺好的，真的挺好玩的，大家都是发自真心的在笑啊。我也是觉得，因为我昨天讲开放麦。我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观众在那讲的时候开始欢呼了。欢呼什么时候结束了？是因为吗？不是，我终于结束了。没有。对，讲段子的时候，好久违的感觉呀。但是那一刻还是觉得，说这一季再多的那个啥，但那欢呼那一下，我真的是觉得值了。我真的就觉得我回来的意义达到了。谢谢观众。好，智胜休息。谢谢。智胜那个像是嘻嘻哈哈，它是有深度的，而且它表达的很隐晦和温和。所以这个往深刻了讲，就是我们读书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读了很多书，学了很多知识，带来一些以前没有过的新型烦恼，那你这个书不就读偏了吗？所以我觉得他那个作品试图传递的深意是说，像他妈妈那种比较简单的看待世界，然后把该做的事儿做了，不该事儿做的不做，然后剩下就都不纠结。我也会给我妈说，我说这2年脱口秀自己都没有一个好的成绩，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大的认可。本场的晋级名单，虽然我在这个台上接受这件事情，但是我给我妈还是展示了一点委屈。然后我妈就说，那种地也是这样，那多少人在地里施肥、去拔草、去打农药，然后去收割，然后到最后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就是看天吃饭。我妈就只有这一句很朴实的话，她说这个你不种地怎么办呢？它不好你也得种呀。这个事情其实很好理解，我将来我不确定我还能不能达到像以前，比如说以前在这儿，我不确定能不能超过这儿。但是如果我停在这儿的话，我横向的也是停在这儿了。我现在是纵向的是达不到，但我横向的在往前走呀。人生的维度为什么只有高度？这是有长度的呀。我曾经跟鸟鸟聊过，我说在这个台上，很多人会担心失去很多东西，但其实我们不是失去了什么东西，我们只是没再得到。下面这位朋友，聊过好多职场的事儿，什么外包啊、群面啊，在职考研究生啊，是，好像职场给了他很多的困扰，但是其实除了职场也有困扰。掌声欢迎侯志远。
Hello， 大家好，我是侯志源，我就是刚才志胜说的另一个队友啊，一起输了70多分，很焦虑。我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我平时喜欢刷短视频来缓解焦虑，但我发现有些短视频，它标签写的是对抗焦虑，但你看完更焦虑了。起一个标题叫什么“北大高能量男孩的一天”。整个视频就在介绍他的名校经历、大厂工作、环球旅行。视频结尾，他跳出来跟大家说：“其实这些不重要，做你自己就很好。”说实话，刷到他之前，我只是单纯的焦虑，刷完直接崩溃。整个视频翻译过来就是：“我过得很好，所以你别焦虑。”我焦虑是怕你过得不好吗？谁会看到别人过得好就自己开心了？范仲淹吗？只有他后天下之乐而乐。哎，每次看到这种精英博主的视频，我是真难受，因为他们报喜不报忧，这不是给爹妈打电话的思路吗？咱也没到那层关系。我说你是一点忧都没有吗？真正的精英不是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吗？你多少给我报点忧呢？我就爱听这个 ，I love you。关键我一直点击不感兴趣，选择原因是内容引起不适。平台还是给我推，感觉这是他们新出的功能，叫猜你膈应。我不爱看这些，是因为我总忍不住跟他们比较，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我爸妈小时候就一直让我跟别人家小孩比，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看看人家。我中考失利了，看看人家；高考失利了，看看人家。直到我考研去了北大。谢谢。我觉得终于可以不用出去看看人家了，可以回去看看家人了。但是我发现学校里更逃不开跟人比较。我以为北大是我的世外桃源，没想到桃源深处有人家。哦，这个好。我在我的本科复兴矿业学院就算是一个聪明的人，跟北大的同学一比，算是一个聪明的猴。我缺的都不是文化，是进化。北大有些课程是全英文授课的，跟不上。我能听懂一点，但不会说；我能接收信息，但传递不了信息。我的英文水平有很强的保密性，就感觉我是老师的好闺蜜，无论她告诉我什么，我都不会说出去啊。哎，有的时候听都听不懂了，但也不好意思问啊。当然我也不会问啊，我只能四处观望，想找另一个猴。突然跟我同桌眼神对上，我都要感动哭了。我赶紧过去问他，我说这讲的啥呀？他说对呀，这讲的不是学过了吗？我决定换一批同学，比上不足，咱就比下有余。我决定去蹭大一本科生的课程，不是很顺利，属于降维被打击。我去听的是大一的计算机基础课，那个大一的教室里坐的都是各省的高考状元和我。我们分别来自光华管理学院、信息科技学院和复兴矿业学院。那在这样的环境里，老师讲的第一个知识点，居然是电脑的开关机，给我听懵了。我说这不是网管的技术吗？老师的解释很感人，他说因为有很多孩子是从山里考上来的，这堂课有可能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接触电脑。既然我们叫计算机基础课，就要从基础讲起。给我听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太震撼了。我没想到北大状元不过如此。听完我就决定逃课，走之前还跟我同桌说，我说这讲的不是学过了吗？这讲连续逃了好几节课啊，因为鼠标我也会用，打字也很熟练，一直到了期中我才去听第二节课，已经讲到人工智能了。这是什么学习速度啊？
开学刚走出大山，半个学期走进硅谷了。我感觉一堂课下来，我们班已经完成了社会分工，他们负责智能，我负责人工。毕业我就去当网管，因为我就学过开关机。学不过，我想那我就比玩儿啊！我有兴趣爱好，我爱爬山，我曾经登上过第一高峰啊，阜新第一高峰啊，叫乌兰木图山，海拔831米。咨询报名北大的登山社团，说现在报名可以参与寒假活动，攀登可可赛级门峰，海拔6178米。我强装镇定问我说有缆车吗？我没想到社团活动我也跟不上，我不死心问了一下明年的寒假活动是登珠峰。我说按这个强度，你们后年是不是要登月？这怎么不从基础开始教了？你不考虑山里来的孩子了吗？他们老家的山难道叫喜马拉雅山？我那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我梦到他们开始全英文登山。这帮小天才到了山顶，突然掏出电脑，开始学习计算机技术，看着周围飘过的云层，一拍脑门，哎呀，我学会了云计算。精神已经不太正常了，能看出来，因为我学不明白，也玩不过，感觉心里很受挫，我就打电话预约校医院的心理咨询，老师跟我说心理咨询要排到2个月以后了，因为现在大一入学的新生差不多都得抑郁症了。我真是服了，怎么得抑郁症的速度也比我快啊？这是真精英啊！先天下之忧而忧了 ，I hate you。读研期间处处受挫，没有任何存在感。我从学校带走的只有毕业证、学位证和抑郁症。找工作也不顺利，朋友劝我做自媒体，说我好歹有个学历。我说我这个状态能给人家分享啥呀？他说你得包装啊，谁知道你实际啥样？你先发个帖子试试呗，标题就叫那个北大高能量男孩的一天。我不想欺骗自己，我说比不过就比不过吧，焦虑就焦虑吧，因为其实这些不重要，做我自己就很好。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目前锁票倒计时，谢谢。范老师没有拍，哎，原因是没有拍啊，就这对，我就觉得他前面很多包袱还是很精妙的，就是说，我觉得演员上台了，信念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我往往不拍都是因为自个儿的信念垮了，信念感很重要。对，其实我觉得刚开始还挺好的，前半段非常精彩，它有很多小点我很喜欢 ，I love you， 然后那个猜你膈应，对，这新写的稿子吗？对。就感觉像是一轮一轮磨稿子，然后前半段已经很精致了，然后到后边还没弄完就到比赛的日期了。我的感觉啊，不一定对，对，明白。所以就很遗憾吧，说实话。如果你全程都不好的话，我还轻松一点，对，因为前边非常精彩。其实从设计上还不如倒过来，就前边不怎么样，大家听的啊有点这样，后来哎突然精妙起来了，可能就拍灯了。不是自个儿什么感觉？你感觉刚才演的时候？会挺紧张，对，有点紧。我想给志源打打气。其实我是中间就想拍，但的确因为现场当时气氛有点沉，我找不到拍的那个口，所以我最后毫不犹豫给你拍了。谢谢罗毅老师。志源，你这段其实非常好，文本是很好的，一定要有这样的自信。有时候，因为我们只是线下此刻大概有200多个观众，可是我们不是只给线下我们这些人演，你未来会面对2次传播的时候，会有线上1000万以上的观众，还有它在线上，我觉得一定效果会是好的。还有就你的很多的表述，它都是非常好的表达。谢谢罗毅老师。所以有些时候，如果线下某一场的好与不好，它其实真的不能够决定这个段子是不是垮掉还是顶。所以它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巧或者不巧，但内心那个定力一定要有。好的。所以我当时毫不犹豫的给你拍了灯。谢谢罗毅老师，谢谢。其实侯志远讲的这个
有普遍性，就是这有啊种焦虑，各种各样的信息。就是那看短视频那种，然后本来你想解忧，结果他更给你添堵啊。现在心态会好很多了。对，其实找到适合自己的表达，找到自己最擅长的内容，是所有的脱口秀演员一定都会要面对的一个过程和问题。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侯志远，谢谢。同时，智胜回到舞台。在上一轮，他们是一个战队的2匹马，来看一看这2匹马跑的结果是。谢谢。智胜265，要继续等待，而侯志远要进入到待定区。侯志远203票，我的天哪！我从没想过他会拿这个票数，但是作为一个今天只拿了225票的人，看见侯志远演得不好的话，可以说是心里受到了一些小小的安慰吧。值得嘲讽，值得嘲讽。我就是预期是2轮嘛，储备也是2轮嘛，过程中确实锻炼出来写稿速度了。然后之前我写一个怎么也得1个月，那这个就1周2周这种。然后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对，但确实还是得练，就是这个感觉。这组的第3位演员，老朋友了，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掌声欢迎步惊云。一直在下雨嘛，哎呦，吓得我一出门就想跟人聊天气，一个陕西人搞得跟英国人一样。其实我不喜欢下雨，因为小时候我家一直住的是平房，只要下雨就漏水，而且一下雨我妈就对我爸骂骂咧咧。我那个时候就知道我不喜欢下雨，我妈不喜欢我爸。一到雨天，我妈就得把家里的锅碗瓢盆都放地上去接，你听多了都能区分出他们接水时的区别。是盆儿，咣是碗，啊是我踩翻了盆，我妈打我的声音。那种雨声我很难听，但现在说是叫白噪音了，可以助眠。我用不了啊，因为我小时候住的是4D 的雨景房，不会越听越放松的，会很紧张，但又不敢睁开眼，怕一睁眼天花板给我滴眼药水，又怕闭着眼睛真睡着了，被子从3斤变5斤了。当时家里漏雨太严重了，我就发誓我长大以后绝对不住别墅，我做到了。小时候最怕那种雷阵雨了，这个时候我爸会着急忙慌的抱着一捆塑料布，扛个梯子让我帮忙。哎呦，给我爸扶梯子简直是我的童年噩梦，太紧张了。不知道为啥，我爸老穿拖鞋去爬梯子，老做那种打滑的动作，他每滑一下，我的心就揪一下，我站那儿都开始胡思乱想了。我说，哎呦，如果我要是滑倒了，把梯子铲飞，我爸不就被我发射出去了？哎呦，那可不行！我想保护好他，我甚至把我的脚趾头从拖鞋里面伸出来去抠地，根本抠不住。我越用力，那个脚就越滑。有一次使劲一蹬，拖鞋都变脚腕了。抬头想看看我爸伟岸的背影，没有，只有个屁股。看我爸哆哆嗦嗦上梯子，还挺感动的哦。父爱如团，为我遮风挡雨。正想呢，我爸突然说：“来，你也上来。”然后我就看见我爸用2个手指头捏住那个梯子，他在假装扶着，嘴里的烟都没舍得掐。这也太心大了！我一边爬梯子一边想，不是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吗？我妈怎么还不嫁人呀？上去之后，跟我爸好不容易把那个防雨布铺好。第2天雨一停，我爸又说：“走，上屋顶。”我说：“怎么又去呀？”我爸说：“太阳把防雨布晒坏，下次没法用了。走，上屋顶。”所以我不爱听周杰伦的《屋顶》。什么在屋顶唱着，不可能，周杰伦没上过我家的屋顶，他上去一点唱歌的心情都没有了。因为我家的屋顶上面很脏，有大风刮来的垃圾，有一个坏的太阳能热水器，
还能看到有钱邻居家的2楼。雨天还要撑着一个破伞去学校。有一次大风把我伞都吹跑了，但我依然这么举着走。旁边的人用诧异的眼神看着我，不管，就这么走。有时候啊，只要你足够坚定，别人就会怀疑自己。对，我就这么抽象。我跟你说，穷人家的孩子早抽象。到了教室，书包都湿透了，把作业本掏出来，纸都粘成一坨了，打不开，很绝望。老师问：“你作业写了吗？”我说：“写了，但你看不见。”老师感觉我在嚣张，说：“那你再写一遍。”我说：“铅笔受潮，写不出来。”他说：“你再这样，我就要叫你妈来了。”我说：“伞在我这儿，他来不了。”所以在老师眼里，我们这一家人啊，穷横的。我那会儿唯一跟外面世界的链接就是看电视。我爸给平房顶上装了一个铁圆形的电视接收器，如果一刮风，电视就会串台，一下雨就没信号。我每天写完作业最期待的就是蹲在电视机前等老天爷赏台看。但是一到刮风下雨，那个电视机里的人就会变形。有一次我看的海尔兄弟是3胞胎。我最崩溃的是看《还珠格格》大结局那一天，紫薇跟小燕子不上错花轿了吗？尔康掀开盖头一看是小燕子，哎呦，我家电视滋啦开始闪，我赶紧喊，我说爸，快上屋顶！我爸好厉害啊，他上去捣鼓一会儿，直接挑出3个字：全剧终。我说啊，尔康娶了小燕子，我当时天都塌了。我能理解爱情是痛苦的，但是再痛苦也不能乱来吧。后来看《情深深雨蒙蒙》，何书桓和依萍在雨中亲吻的时候，我一下就敏感了，我太懂依萍的心情了。你说下雨天他俩为啥去路口亲呀？因为依萍家住的也是平房，依萍不好意思让书桓去他家，我懂。如果是我，我也把他带外面。你说这种漏雨的家，你怎么把他带回去谈恋爱呀？啊，人家刚一进门坐沙发上，哎，屁股湿了，刚跳起来盆踩翻了，啊，有点尴尬，想逃离现场。刚一出去，我爸扛个梯子走上屋顶。看到这儿，我就在想，住这种漏雨的家就不要谈恋爱了。对哦，我本来就不能谈恋爱，当时我才6年级。确实，当时有一个喜欢的男孩，我俩一起约好上下学，但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家在哪儿，我就告诉了他一个假地址。也就是说，我每天要早起半个小时，先骑自行车去一个假的家门口等他，然后一起去学校。放学跟他一起先回到假的家，我再骑回来。坚持了1个月，我就扛不住了。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有2个家的人好累呀。有一次下雨在家很烦，我就说：“哎呦，讨厌死雨了！我希望永远都不要下雨。”我爸听见，噌站起来教育我：“胡说，春雨贵如油，多少农民等这场雨呢？你懂不懂啊？”我说：“春雨有多贵？拿盆接满可以给我换个新电视吗？”我爸说：“你再顶嘴，我就把电视机关了啊！”切，威胁不到我。下雨天本来就没信号。所以雨天在我的印象里就是狼狈、尴尬，想不到什么美好的词儿。后来我家已经不住那种漏雨的房子了，但我还是很难再去喜欢雨天。就像有人一下雨腿就会犯风湿一样啊，生理反应。我也是，一下雨腿就难受，我想爬高。长大以后我才发现了一个很残忍的真相，其实我家在西北，雨水并不多啊，那为什么我的童年记忆里一直在下雨啊？因为每一场雨我都实实在在的淋到了。等后来我有了女儿，她不一样，她非常喜欢下雨。有一次雨天，她穿着很可爱的小靴子，打着卡通伞，很开心的在雨里跳。哎呦，我看着她的时候就想，你的童年我的童年还好不一样啊。她一边踩水坑正开心呢，突然又很失落，说：“妈妈，玩不了了，我还得写作业呢。”我顺手就把书包扔到了雨里。我说：“玩去吧，妈妈有办法。”谢谢你们，我是魏云，谢谢大家。这是挺感人的，我从来没见过父亲这么柔弱的一面。来，步惊云，索票倒计时。谢谢。
是因为前段时间上海没雨，然后才让你写的这个。对，就是雨天的时候，一下就想到小时候的记忆，就写了这一篇。步惊云那个这一季整个的表现，我就觉得步惊云现在在我心目中的位置非常的高。他有特别强的舞台掌控力，真的是。然后我刚说了信念这件事儿，步惊云每回演出就是稿子，然后再加上整个人合一的，是的，对，然后就特别有信念，而且我特别喜欢这句话。我这个今天的灯就是给那句话拍的，说的是你够坚定，别人就怀疑自己，别人就怀疑自己。哇，我觉得就是总有一些这种力量一下打进心里。哎，步惊云是去看了他的大老师的演唱会。对，我上周带着我女儿去看了大老师的演唱会啊，那天真的我感觉，哎呦，尤其我跟我女儿一起在蹦的时候，有一种我俩的童年在大好时光的现场碰撞的那种感觉，很美好。谢谢大老师，谢谢大老师。哇，谢谢您啊！步姐告诉你一个消息，哎，春春也要开演唱会了。而且今年就会开是吧？对对对，没定呢。对，但今年肯定会开啊，所以我也就是特别想邀请。对，谢谢。你看，就是我们今年小友团特别好，大家还都可以送礼物，互相看演出啊，互相看演出。我们看您演出，然后您来看我们演出，很开心的，很开心啊！值了。我其实看步惊云看了这么多场，尤其上一场看得灵魂出窍。我现在这么多期看下来，发现效果最好、最炸和最招人喜欢的是你性格里那个非常强的那种气场强大的那种坚定、攻击性。攻击性。特别是当你攻击那些丑陋的、落伍的、该被历史淘汰的那些东西的时候，光芒四射。我想跟观众说一下，就是看脱口秀不用那么善良，因为我知道现场来的观众可能会道德感更高、更善良，大家会讲一些惨呀或者什么经历，大家会替你紧张，因为后面的选手他们可能有的话题也会很沉重啥。其实我们在舞台上就把你们当朋友一样，就是想分享我们内心可能最脆弱或者最什么的一面，希望大家就轻松的看，你的雨是在我身上，你们听就行了，你们不要有那种道德压力，好吧？不要有那种压力啊。其实今天这篇我还蛮喜欢的，虽然就是步姐在我们心目当中是一个高燃高能的这样的一个脱口秀演员，但是我觉得难得有机会在现场去听她讲一个非常温馨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而且这个故事特别触动我的点是在于在我6岁之前，我们家也是住在一个平房，然后那个平房呢会有跟它相同的地方，虽然没有把很多盘和碗拿出来，但它也会漏雨，所以我记忆当中是有这样的画面的。还有一个最深刻的画面，就是因为那个平房光线很暗，所以我记得我爸爸在那个平房上面开了一个方形的一个口，其实它是天窗，它类似于，但是它不是个天窗，它其实上面是一层很硬的一个防雨布，所以在晴天的时候那个光线会透进来，在下雨天的时候你会看到上面有雨滴，所以这个画面是完全能够触动到我，我是非常带入进去的。然后直到我现在工作之后，我在更多的时间，其实我是在北京。那北京其实雨水很少，所以每当北京一下雨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小时候的一些在成都的一些生活。我觉得那个东西对我来讲其实是特别珍贵的。所以我很喜欢今天这个。再次掌声送给步惊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智胜回到舞台。第二个3人小组的表演已经全部结束了。来，我们来看一下步惊云得到的票数是213。步惊云要回到待定区。我先上去。好嘞，等我。我能想象布姐野性的一面，但我很难想象布姐这么脆弱的一面。我觉得布姐她所讲的故事都是很掏心窝子的，而且非常真实。就是我听完，我是会更了解布姐的成长背景，然后也更明白她走到今天这样，养活她的家庭，然后把她小孩养得很好。其实她也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艰难的。这是我听过布姐最柔软的一篇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么柔软的一面，平常给人的形象太强了。这一篇讲这个，我觉得作为观众我是有被触动到，见到了不一样的他，展现温柔的那一面嘛，就不一样嘛。因为人本来就有很多面，喜剧演员需要在这个舞台上把自己的每一面慢慢的展开，
反正布姐的那个专场非常好，她可能不巡演了，但是私底下的精力还是要带到。对，我就这么抽象。我跟你说，穷人家的孩子早抽象。你管别人怎么看，向死而生，活到发疯吧。终于明白为什么老板都爱发火了，4个字：无能狂怒。你知道一个女孩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活着，活着呀，啊，活着。我成为他的粉丝是从去年开始的，他开挂了，很激动，就是整个段子让我热血沸腾的。没想到短短的1年，在原来脱胎换骨的那层台阶上，又上了30-40个台阶。他永远能够用他的表演来表达出来一种对外界的洒脱。就是你一直在蜕变，你长成了这么美好的样子，我觉得太为你感到高兴了。能够有此刻的这种震撼，我觉得感谢你的演出，也感谢生命能带我来这个地方看到你的演出，谢谢你。好了，散会，我是步惊云。徐志胜要抽取自己的对手了。徐志胜将面对的是漫才兄弟何广智、孟川和毛豆。就这么跟你说吧，我都打不过。来，徐志胜开始抽。啊！川哥，川哥，各位，上半场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所有的优秀的脱口秀演员们，感谢编剧老师，感谢脱口秀俱乐部的主理人们。期待半决赛各位带来更精彩的表现。想来现场体验线下脱口秀演出的快乐吗？微信搜一搜效果，关注效果官方公众号和小程序，超多演出等着你来。新一轮脱友全国巡演即将开启，打开效果小程序，关注你喜爱的演员，并许愿你想看的城市，朋友们就有可能来到你的身边。比赛仍然在继续，接下来的比赛一定更加精彩。感谢大家，再见。很多朋友问我为啥这么松弛，其实很简单，想到什么就去做，想休息了就直接躺下，想散心了就去公园，想吃点喝点我就打开美团点闪购，啤酒、零食、冰淇淋，想吃就吃，这就是我的人生态度，想要就要，绝不内耗。现在我宣布第4赛段临门一嘴赛正式开始。他是有冠军相的选手之一。我跟你说，小李啊，当年那飞刀啊，都应该扎他身上，应该现在啊。特别解气，特别解气。你好，杨幂姐，我是您的偶像，希望电视机前您能看到。偶像，我是你的偶像，怎么回事？不，我来说，练。不开玩笑，美团闪购马上就到，感谢30分钟好货到手的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让生活更开心，感谢国民白酒老村长特约赞助播出。96倍乳黄金续航母源自护力，感谢 A2 紫药 HMO 奶粉赞助播出。大容量随心开，想去哪儿嗨就去哪儿嗨，感谢大空间的极狐汽车 T1 赞助播出。找回状态，脉动回来，感谢随时随地帮你 call back 好状态的脉动行业赞助播出。聊天吃乐事，分享更快乐，本节目由片片薄脆乐事不停的乐事赞助播出。真好笑，真有机，本节目由3方认证真有机的海天有机赞助播出。新一轮脱友全国巡演已正式开启，微信搜索效果小程序参与许愿活动，朋友们就有可能来到你身边。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2季每周5、周6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1周，衍生节目朋友们和他的脱口秀每周1 12点更新，遇见他们每周2 12点更新 ，SVIP 抢先看1天，还有超多幕后视频不定期掉落，记得准时追更哦。阳光我就灿烂，给个破框，我就能下单。
给我头大蒜，大蒜就能下饭，谁都拦不住我，逗我自己玩。给我一个木马，我就开始旋转；给我一个猪圈，我就开始撒欢；给我一顿臭马，劈头有概念。哎，我反弹反弹反弹，哎，我反弹。天生就是自来嗨。原因留给别人猜，管他该来不该来，心不菜就不该打不败。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新浪新闻、腾讯新闻、腾讯娱乐、立地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给我的颜色，我偏不看，给包鲜艳。